帅啊！我可以做你媳妇儿吗？快看，这就是新来的锦衣卫指挥使，3天就捣毁了7、8个贼窝，果然是身手不凡呐！哎，让！鄙人陈有德，一生积德行善，甚是仰慕英雄，特地为大人备下席面，还想请大人。陈有德，好你个缺德无耻的阿紫货！你拖到老娘头上！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这是羽毛剑，哪来的高手？是他。陈老板竟敢得罪这个母夜叉，谁不知道这京城里宁惹阎王爷，不惹夜叉春呢？再彪悍不也是个寡妇，整天跟个男人似的，在外面抛头露面。我要是他呀，都没脸见人。哼，你这脸倒是金贵的很，也没见哪个好男人敢娶你呀。林静春啊，你这娘们儿，你是鬼上身还是中邪了？看老子不搞死你！给我！搞我是不是？搞我！陈有德，几10两银子你也是给我拖了1个月，你当我这么好说话是不是？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在这招待权贵，真是癞蛤蟆带金冠，我美死你，美死你！哎呦，自己进去拿，该多少咱们就拿多少。哎，你们这些下等贱民，那是我的钱，不要！贱民！哎呦，我都是爹生娘养的，还让你给分上等级了？我前后催了你有10来次吧，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还非逼着我上门啊！哎呀，别，姑奶奶，你别打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啊？哎呦，二姑娘都拿齐了，好，咱们走。难怪这寡妇能把这小破商行经营的风生水起，凭她能从陈有德那铁公鸡身上要到账，就不简单了。只可惜是个丧门星，嫁给谁谁短命，这辈子怕是没有男人敢要了。大人，叶大人呀，你可要为小人做主啊！你刚才也看到了，他叫什么名字？这个人呀，他叫林静春，是咱们当地知名的泼妇，人称夜叉春。嫁进去之后，就把她的丈夫给克死了，是知名的寡妇呀。每天带着她的孩子呀，在外面抛头露面。我呸！寡妇，不错，寡妇，不错。对呀，我要是他呀，我就什么不错？哎，大人，我跟你说，陈有德。欠债不还，杖责60。哎，大人冤枉啊！大人，你可别被那寡妇骗了呀！大人，好好学啊！林惊春这丫头，竟然真能从那铁公鸡手里把钱要回来，这下你娶亲的钱可就齐了。都是这个丧门星啊！多少好的女孩想嫁给我都嫁不了，只要有她在的一天，我就1天娶不到媳妇儿。可这些年都靠着他帮你爸打理铺子。哎，这铺子有没有他，不都开得好好的吗？娘，赶紧把这个寡妇给嫁出去吧！难道你不想抱孙子吗？慢走。哎呦！哎，小子，堂舅，哎，过来，堂舅，看看，这是你新爹呀，给你娘送的聘礼，来看看。我哪门子来的新爹？我都跟城西的徐老爷说好了，你娘今晚就嫁过去，给他当小妾。那个又肥又丑的曲老头，他当我爷爷我都嫌老。堂舅还是先别娶媳妇了，先去治治眼睛吧。你这小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你个小畜生！我告诉你，我已经帮你退学了，你不用再去私塾了。住手！起来！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又帮他退学？平日里不管不问的，现在都是装长辈了，显着你了。
你这个有爹生没爹养的东西啊！读了书也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如把学费退了，给我儿子娶亲。就是。你们的东西都给你们收拾好了，今日就过到徐老爷府上吧，今后不必再回来了。徐老爷能看上你呀，那是你上辈子修的福分，你别不知好歹。看样子，这个家我们娘俩是待不下去了。去死吧！你竟敢殴打长辈，我要告官！你去告吧。既然不让我们娘俩好过，那就都别想好过。这个家不让我们娘俩待，那就算了算了。哎呦！贱卖！所有物品半价出卖了啊！来，都看一下。谢谢。你个败家寡妇！不卖了，滚！都给老子滚！好啊你，臭娘们儿，你这做什么妖？娘，刚好不说。林旭，我替你家干了10年铺子，不是收你点工钱啊？林旭，就你在我那边撒狗血是吧？哎呦！什么狗血，徐老爷，咱们不都快成亲家了吗？你撒了我一地的狗血，还写了一个什么林旭到此一游，你还装蒜是吧？你家的那个寡妇我可是不敢要了，赶紧把那个聘礼钱退给我，快点！啊！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啊！走。哎，你别走！别走！哎，你还想跑是吧？没那么容易，来，给我打！不是吧？又要打呀！打！我放肆的打！打！往死里打！娘，我们今晚睡大街吗？娘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受苦啊？待会儿咱去找个平一点的客栈先住下，明日再带你去叔叔把学费交上，功课可不能落下啊！我不去听学了。你本来就没剩多少钱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你一个小孩子操什么心？就这么说定了啊！黑心的小贼，寡妇的钱你都要偷，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叫你偷我的钱，再偷，跑啊！押入北政府司。谢了。不客气。我儿子呢？在这儿啊！这是摔了，都怪娘，光棍打贼去了，不知怎的头好晕，就摔了。痛不痛？你是谁？跟着我娘干什么？我这……你怎么还在啊？难不成见有为还需要收费了？啊，不是，我就是想和你一个大男人支着屋里做什么啊？有话快说。我想和你提亲。什么？我叫叶婷，是家里的庶长子，有一个12岁的女儿。
目前在锦衣卫当值。哎，停！发电就去找大夫，别来我这风言风语。看起来人模人样，没成想也是脑子不好使。啊！娘，头好晕。头晕？这么烫啊！这是染上风寒了。走，娘这就带你找大夫啊。我知道最近的医馆在哪儿，我带你们去。好。怎么样啊，大夫？这2日倒春寒，一染风寒，不是什么大事啊。放心吧，你孩子养得很好，身体硬朗着呢，喝几天药就好了。多谢大夫。叶大人，您为民除害，造福百姓，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我这就去给小公子抓药。放心吧。你是当官的？是。我3岁克死爹，10岁克死娘，17岁克死夫君，是这片出了名的泼皮扫把星。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在战场上征战了8年，命硬得很。虽然我是2嫁妇，也没有嫁妆，但你的聘礼可不能少。知道，我一定拿出诚意，按全城最隆重的婚事办。娘美不？真美。我当他就是个9品芝麻官，怎么会是定北侯府的庶子？听说这定北侯府的嫡母可是出了名的刻薄刁钻难相处。没事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王公贵族，深宅大院，那可是会吃人的。唉，也不知道现在悔婚还来不来得及啊。侯府到，喜降落。唉，来不及了。恭请夫人下轿。请慢。老奴奉夫人之命来请少夫人走偏门。第1关来了。这是我明媒正娶，8抬大轿抬回来的正室夫人，哪有走偏门的道理？一个商户出身的2寡妇，走正门犯晦气，有辱侯府门楣，还请大少爷不要胡搅蛮缠。叶指挥使好歹也是个3品高官，怎么连个府内下人都敢拦他？3品官又怎么了？嫡庶尊卑有别，一个庶子还能忤逆嫡母吗？更何况他娶的是那个林家的丧门星，谁能待见他？听说老侯爷连夜请命，前往江南赈灾，就是为了不和林敬春的心腹查。带着别动。好一个狐假虎威、颠倒黑白的刁奴！哼！律法有言，凡娶正妻皆走正门。即便我是2嫁妇，那也是堂堂正正的指挥使夫人。侯府这是想越了律法，还是想欺负我这2嫁妇？啊，是我忘了，若是府上大丧，也是不必开这门的。
我呸！好你个泼皮悍妇啊！你找谁呢？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真当我是泼皮悍妇，还敢当众下我的脸？你敢打我？上！哼！你敢？我是不敢的。颠倒黑白，是非不分呐！啊，你个丢奴啊！今天还有谁敢阻拦我林金春嫁人的？放马过来！不愧是我娘，手拿把掐的。夫人威武，恭请夫人入府。恭迎夫人入府。恭迎夫人入府。恭迎夫人入府。恭请新人入府。新人入府，一拜天地。慢着，自古成婚都得有双亲坐于高堂，可惜今早老爷前往江南赈灾，留我一人在此，与理不合，怕是委屈了新娘子，便择日再娶吧。一个下等贱妇，也想做我侯府的少夫人？看我不狠狠打你的脸！母亲说的有理。庶子到底是庶子，哪怕飞上枝头，一句话的功夫就现原形。既如此，那我就先回去休息。既然父亲不在，那就换个人受理。放肆！你可知你说什么吗？儿子成亲，生母不可能不在场。想来是父亲体谅我思母心切，这才连夜请命离开，给娘亲腾出位置。还请母亲上座受礼，别让大家久等。开始吧。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李成送入洞房。嫁进来又如何？高门大院，可不是区区商户招架得住。
林青川，都是当妈的人了，还紧张什么？害羞了？都为人父母了，还讲这些不正经。是我说话欠妥，那就干点正事吧。这就是正经杀，不然你以为是谁？京郊水田300亩，扬州盐行6间，金陵布庄13间，京城酒楼。你一个新上任指挥使，哪来这么多钱？我告诉你，贪污受贿那些事是要杀头的。想什么呢？我娘是扬州富商之女，虽然中途没落，但也留了一些产业给我。你既已嫁我为妻，那这些暂且交给你来打理。我？你要把你的全部身家交给一个刚认识没2天的人？夫人是觉得管理这些太累了吧？我公务繁忙，无暇打理，这眼看着都要被我败完了，夫人竟然不愿意。这是我不愿意了，我可太愿意了。对呀，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这可不能给这傻子败光。这下你就不用向母亲支取库房的银子，受她嫌弃了。你和婆母的关系似乎蛮紧张的。我娘是我父亲最得宠的妾室，在8年前她意外暴毙，我总觉得这件事情和她脱不了干系。那年我丧母又丧妻，整日父亲不在旁，没想到在街上遇到一个小姑娘，倒是把我劝回来了。老样子，2碗红豆羹。哎，好嘞。是母亲最爱的红豆羹。听说没？定北侯府又死人了，还是侯爷的妾室。前2天他们府上的少夫人不是刚被马贼杀死吗？这是又撞了邪了？唉，据说是大少爷的亲娘。这大少爷也是天煞孤星，短短几天，克妻又克母。他们说的有什么错？若不是我无能，杨静和夫人也不会被人害死。关人大少爷什么事儿？分明是深宅大院，吃人不吐骨头。你这说话真是难听。不爱了，走，走。我成都成了，一起做爱吃呗。一起做爱吃呗。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是甜啊？心里苦，嘴巴不能跟着苦，总要有一样是甜的。不哭了，不哭了。我女儿也爱哭，以前都是我娘亲还有夫人哄着，现在他们都去世了，以后就没人哄她。天寒地冻的，吃了就快点回家吧。你姑娘一定很想你。这小姑娘可真是个大善人，将来再遇到人家，可一定得好好感谢她。平日里看着经理，记性怎么这么差？深宅大院，堪比龙潭虎穴。我看啊，不止你那个嫡母，这府里每个人都是虎视眈眈，就想从你身上扒了点吃食。既然我来了，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哼，我知道你肯定是看我不好惹才把我娶回来的，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做你的坐山虎和账房先生。谁说我娶你回来是为了这些？那不然还有什么？还有做我的妻子。请随我跃起时间的花火，我心田引领风若桃花千朵，历经过人沧水过人谈笑。少夫人，少夫人，快醒醒！小姐在院子里等着敬茶呢。下这么大雨，在院子里干嘛？还不快进来！家规有言，没有通传不得入内。什么狗屁家规？日后在我这院里没有这些规矩。漱口，漱口。少夫人，您还没梳妆呢。一家人怕什么啊？别把人给淋坏了。哎呀，我说小姐啊，恕老奴多嘴。您这位主母竟然是故意起晚的，还给您个下马威呢！知道自己多嘴就闭嘴，少在这挑拨离间。小姐跟着大爷在军营里混，学得如此粗鲁，看来今儿得让夫子给您加重惩戒了。没事吧？下这么大雨，快进去，走。少夫人，小姐性子本就冷淡，又亲近生民。她呀，军营里混出来的野丫头，半点礼数都没有。你伤好了，还想再挨几下？少在这拿鸡毛当令箭，小姐身上都淋湿了，你倒是毫发无损。给我跪在这儿，等小姐出来。你敢动我？谁敢动我？谁敢动我？谁敢动我？放开我！放开我！我昨天刚丢的镯子，今天怎么就到你手上去了？这是大少爷出门前特地交代奴婢拿给大少夫人的。
这是你爹给我的。这不可能，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抱歉啊，不愧是贫民窟里出了名的破壁破落户，尽使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这杯继母茶，你不配合。给我抓住他！这才第1天就见了血，果然深宅大院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夫人放心，奴婢绑了那丫头的家人，她就算是死，也不会说出是夫人让她偷的玉镯。叶然那丫头今日可有上早课？夫子照常去了书房，不过小姐怕是无心听学了。正好，他爹既然敢当众让我下不来台，我有的是法子治他女儿。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才半炷香，你就走神了3次，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这是怎么了？祖母，夫人，小姐听学频频走神，老夫实在看不下去，便略施小惩。名师才能出高徒。然姐儿，背一遍女戒给祖母听听。我不背。我朝学风开明，祖母却不让我入学堂，别人都学四书五经，只有我学女赠女戒，我不想学那些。不想学，可以啊，那可是要打手板的。没了娘的孩子，收拾起来就是顺手。谁给你们的胆子动他？婆母想罚然姐儿，是否得先问问我这个做母亲的同不同意？少夫人这才进门1天，便要替我做这个当家主母了。叶婷倒是对你在意的很，连派给你的侍女都不一般。她若是能对原配夫人也如此上心，她也不会被马贼手下杀死。少废话！你个老巫婆，到底想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当着夫子面跟我这个当家主母动手。上啊！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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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死！我可不是想帮你，
呦，家门不幸，犹如斯文，犹如斯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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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文。干什么呀，然姐儿，一起上啊！不是从小圈养里长大的吗？一起上啊！世间泼妇，不负家法，屈辱婆母，父亲呢？给我扔出去！有事不得进，何不打扮？住手！我倒不知这侯府看家护院的府兵什么时候可以对少夫人还有小姐动手。叶天，你看看你娶了个什么破皮无赖！进门第一天便把侯府搅得天翻地覆，我以侯府主母的身份命令你，马上把他给我休了。好，既然母亲无力管束，那从今日起，大房自立门户，由少夫人执掌中会，替母亲分忧。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要与侯府分家！没错，官居三品，人情往来众多，她一个市井泼妇，如何能替你打理得好？至少她不会往我院里安插眼线，也不会暗中把我母亲的遗物拿去变卖。若是母亲没有意见，儿臣就先行告退。走，然姐。夫人，废物！不是让你把事情做仔细些吗？怎么还会被他发现？大少爷本就是心细之人，这脉都是他母亲的宝贝，我想瞒也瞒不住啊。侯府库房本就空虚，如今有了这头肥羊。夫人莫急，这区区商户办点小买卖还成，说真是让他管家，怕是1个月也撑不了。哼，别说官员之间的人情往来了，就是院里一些丫鬟、婆子安排调教，那一打子烂账就够他喝一壶了。你先去这样，然后再去这样。哼，叶挺想娶个泼皮无赖来逗我，你未免太小瞧了我。少夫人，这是近半年来大房的人情往来、库房收支和人事安排。半年，民间正常商铺1年的账册都没这么多。叶庭这院的人员安排怎么如乱麻一般？同一个人，既管大房采买，又要管整个侯府洒扫。府内下人众多，偶尔几个结了亲，活便都搅在一起干。只要不误了事，大少爷向来是不管的。更何况那账房管事的还是夫人的人，拿着叶庭的钱补贴整个侯府，这侯府夫人的算盘打得可真响，看我怎么治你！少夫人，时辰到了。人没齐吧？
今儿是我长家的第一日，便有人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把那些没到的滚过来。是。既然来了我院里，从前那些府里的规矩，就都给我抛到脑后去，只管按照我说的去做，也不必去回敬夫人。听明白了吗？都是些哑巴聋子不成？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人，您特地告假回来给少夫人撑腰，为何不直接进去？高家要扣俸禄，夫人严令禁止我为内宅小事告假。没想到堂堂指挥使大人竟然还会惧内。你这种没夫人的是不会懂的。少夫人甚是威风，只是迟了那么一时半刻的，就这么羞辱人，我不服！就是，若是夫人，定然不会如此苛待下人。今儿你迟了，明儿他迟了，长此以往，这院里还有没有人了？把这几个没规矩的婆子，一人打60大板。啊，这60大板打下去，人都残废了，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你这是滥用私刑，我要去禀告夫人。我这院里就只有我这一位夫人，不用撵出去了。我可不是那些好糊弄的小姐，就在这儿，给我狠狠的打！这真是要打死人啊！当真说这府里只有他一个夫人？可不是嘛！他还说了，就算是夫人去了，他也照打。放肆！你说的是真的，没有添油加醋？不管真的假的，他真是要爬到我头上去了。走，看看去。这打的也太惨了！你看，都打吐血了。哼，这不会出人命吧？好惨啊！这是动真格的了。夫人！哎呦！杀鸡儆猴，手段够狠，女中豪杰啊！夫人总能给我惊喜。哎呀，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回少爷，小孟少爷在学堂跟人打起来了。你留在这儿保护夫人。走。想必你们都知道，我是这京城里出了名的母夜叉，可比不得夫人慈悲心肠。今后若敢违背了我的规矩，挨板子都是轻的。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少夫人甚是威风啊！哎呀，母亲，我正要派人去请您呢，没想到您先到了。来，走，坐上面去了。请我做甚？这是侯府的账房先生，儿媳原不该过问侯府中馈，只是昨夜查账时发现了数十处错账，想必是这账房先生中饱私囊，还请母亲定夺。这陈才在侯府数十年，
一时老眼昏花记错也是有的，不如就把他遣送回乡吧。普通的3口之家，1年没油钱不到1两银子。这陈才上个月就寄了50两银子，还有酒钱300两，米钱100两，车马费足足500两。这零零总总的，1年下来就便贪了几千两银子。哼，倒是我孤陋寡闻，我竟不知做账房先生竟能这么赚钱。陈才，难怪我上个月找你报销车马费你不给，原来进你兜里去了。我说你儿子怎么盘了个新铺面，合着都是拿我们的钱补的。伪造账册，贪污主家钱粮，按律当斩。夫人救救我！你救救我，夫人！我都听您吩咐的。哦，狗蛋！不然也是你能攀扯的。唉，陈才，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夫人尚在孕中，若她知道了这些，不知道有多难过。又是这种不认罪就杀你全家的把戏。夫人，救救我！夫人，救救我！像夫人这般有勇有谋之人，哪还需要我保护？大人真是多虑了。眼皮子浅的能养蛤蟆的蠢货，谁的钱都敢贪，您说是吧，母亲？本以为是个草包，没成想是个有手段的。不行，得赶紧把老二叫回来，不然侯府怕是要变天了。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哦，那儿媳就不送母亲了。从今日起，每5人1队，分管洒扫、采买、待客等各项活计。哪部分出了问题，我就去找负责那部分的人。各项活计之间不许相互过问插手。夫人英明，夫人英明。你够机灵，上。谢夫人。好好干啊，少不了你们的。散了吧。少夫人，您这招恩威并施用的可太好了。什么并西施啊？我这叫竹板炒肉配蜜饯。少夫人，小少爷在学堂跟人打架，指挥使大人已经赶过去了。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儿子！没想到这个傻小子竟能攀上指挥使大人，这下老夫啊可以好好捞一笔好处了。告诉弟弟，这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哼，赢得很彻底呀！1挑2，他把别人打进了医馆。要不是他们骂我娘，我才懒得打他们。一群蠢货！哎，等等，别走啊！听说你娘嫁了个大官，铁骑变凤凰的感觉怎么样？变什么凤凰？等他娘给人生了新儿子，就跟他没什么关系喽。母夜叉是当不了官太太的，我看你能得意多久。夫子说过，二婚失节，我看你娘就是个不要脸的荡妇，口嘴里吐不出象牙的蠢货。看老子今天不打断你们的腿！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儿子。那可不，我娘可是夜叉春。指挥使大人
真是教子有方啊！纵而施暴，坏我学堂名声。如此顽劣的学生，我可不敢收。如此不辨是非的夫子，我亦不敢将我的孩子托付于此。我朝最重学风，严禁无故退学。孟云之前已经退过一次学，若再退一次，可就没有学堂收他了。哎，老夫也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老古董，只要叶大人稍微意思一下。夫子绕这么大的圈，只是想让我送你吗？10月初5，收邻家苏锦5匹；10月初7，收知州黄金50两；10月初8，收王家贡果10筐。叶大人滥用职权，查无隐私，有违律法。夫子收礼，我是管不着。但夫子若是以此为幌子来贩卖考题，那可就不是私事。你怎么知道的？我明明没有留下痕迹呀！我只是诈你一下而已，没想到还真是。来人，干嘛？将他押在此，通知北镇抚司前来提审，书院查封。是。我原以为你是一介粗毛武夫，没想到还挺有谋的。你还真敢说，和你娘一样，直心肠。打从你进门，只问输赢不问对错时，我便知道你会护着我。多谢。你和冉姐儿都是我的孩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护着你。走。夫人莫急，都已经解决了。哦，爹，疼不疼啊？没打输吧？那肯定，我1挑2呢。你呀，挂的才这么嚣张。娘亲就是倒数落我，还是爹爹好。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秘密。都忙了一上午了，我们回去吃饭。等等，总觉得还差了点什么。我想吃夫人亲手做的红豆干辣。哎呀，那老东西学费还没退给我呢。走。唉，抛媚眼给瞎子看，简直对牛弹琴。哎呀，哎呀！就你机灵。少夫人，小姐还是不愿意过来用饭。我去看看吧。哎，我去吧，我就不信我的个人魅力还比不过你。我们先吃。给你夹一块。爹爹，娘亲和姐姐怎么还没来？我们去看看。娘，我好想你。人，快跑！娘，快走！娘，快跑！
老二，老二，老二，娘，好好，陈官人，夫人，我连你的遗物都保不住。躲在这里哭鼻子啊？少胡说八道，我只是刚睡醒罢了。哦，快吃吧。我不饿，拿走。这可是你父亲特地给你买的红豆羹，既然你不想吃，那我就端给我儿子吃去。不行。这是我娘的镯子。那，这是我娘的镯子。我拿西糯米浆沾了一夜，总不满意，便带去城东，让金匠在断裂处镶金修补。怎么样，喜欢吗？俗得很。什么俗啊？这叫务实，这样修补一番反而不容易坏了，晓不晓得？哼，是我一时大意，被人下了圈套，我没能护好这个镯子，是我不对了。我向你道歉，能原谅我吗？不需要。小孩子家家，倔得很。你娘亲要是看见你哭成这样，一定在天上急得团团转。啊，好了，玉镯易碎，但母亲的爱是天地崩坏都无法损毁的。我只是往上添了一层盾牌，同你娘亲一起爱你，这样你就有双份的爱了。爹爹，再不进去，姐姐就要饿坏了。我们来晚了，姐姐已经吃饱了。走吧。好了，别哭了，喝点水润润啊，别把身体哭坏了。我去给你倒水。你别以为这样就能收服我，我不会叫你娘亲的。这有啥大不了的？你爱叫啥叫啥，叫我尚夫人或者大娘子都行。先不要这么久。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秘密，真记仇。我也想吃夫人做的红鲈。给你留的，再造上温度。你在那儿鬼鬼祟祟的干嘛呢？我看书上说，离开的亲人会化作蝴蝶回到人间，没有蝴蝶的那些日子，就让它陪着你吧。我可不是为了讨好你啊，我只是看你整天苦着个脸，丑死了。你才丑呢！多谢。红豆羹，快吃吧。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嗜甜啊？这心里苦啊，嘴巴不能跟着苦，总有一样要嗜甜的。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嗜甜啊？心里苦，嘴巴不能跟着苦，总要有一样是甜的。8年前那个流浪汉是你啊！8年前的那个流浪汉是你啊！
别吃了，别吃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出我的？你娶我，该不会是因为你爱喝红豆羹吧？我从未忘记过你，又哪来的认出这说法？我娶夫人，从来都不是因为胖的什么，只因为我幸运，只是因为你是你。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绕口令。我凶悍又市侩，咱们俩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去，少拿这句话来糊弄干什么？最开始，我是只觉得夫人坚韧又心软，潇洒恣意，跟我以前见过许多姑娘都不太一样。但后来我才发现，夫人的一颗心仿佛琉璃一般通透，看得明白事，敢说明白话。这管账治家是不在话下，我心生仰慕。说的不错，算是说出了我的5成优点吧。这当然和夫人的美貌也是抛不开的。娘亲，还有红豆羹吗？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红豆羹喝。那我呢？你娘亲赢了！投壶这块我还没输给过谁。你放心，只要你肯跟我好好学，整个京城没人能比得过你。吹牛屁，不过是运气好一点罢了。少夫人，奴婢问了京城所有的教书先生，他们都不愿意收下小少爷，说是品行不端。一帮子满嘴放屁的酸儒，我倒要看看他们在我面前是不是也敢这么说。爹爹，来看我命人新制的书香，好看吗？好看，比我的旧书架好看100倍。书都没得读了，再好看有什么用？谁说没得读？我都打点好了，后日便把云哥和任姐一起去国子监学读。可以啊你，本事不小。国子监可是我朝最高学府。太好了，我可以继续学喽。能进国子监的都是1等1的学生，我文章学的又不好，还是不去受罪了。管他好不好的，去了再说啊。之后你要实在不喜欢，咱再换个地儿。那你要继续教我投壶，不然我可不去。教？之前你不还说想学算账来着吗？我一起教你。来，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骗人是小狗，要天天学狗叫。你不知道孔融让梨吗？这茯苓糕应该给我。我今年投壶比赛我拿了第1名，这应该是我的战利品。我还连续学测第1呢，这茯苓糕应该给我。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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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娘亲，你们怎么来了？卑鄙小人！爹爹娘亲，你们怎么来了？还想骗我？干什么？别告诉我，你们俩是因为一块点心打起来的？姐姐为了块茯苓糕要打我，明明是她先骗人，我才气不过动手的。任姐，你是姐姐，要让着点弟弟。凭什么大的就要让着小的？兄弟姐妹间应当互相和睦相处，哪有让一头让的？日子久了，难免会生出嫌弃。咱们做父母的最少1碗水端平。你偏心眼儿，你跟冉姐道歉。动手的也不占理，你跟云哥道歉。
骗人耍赖皮，你跟冉姐道歉。哼，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才对嘛。娘，这茯苓膏应该给谁？这不就得了？谁别吃？怎么？啊，姐姐裙子上怎么有血？姐姐裙子上怎么有血？没事了，冉姐长大了，走，母亲带你回房换身衣服去啊。冉姐，快来！我是不是要死了？姑娘家到了10几岁都会来月信的，我也有，不用怕。你要自己记得日子，到了汛期呢，可就不能像平日里一样上蹿下跳了，寒凉的东西一定要少吃。这么麻烦，要是不来月信就好了。我10几岁的时候啊，也像你皮猴似的，闲不住。那时候我也在想，要是没有月信，该有多好啊！后来呢？努力习惯呗。我还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确实也悟出来一些，就像花谢花开，潮起潮落。汛期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自然孕物，没什么好担心的。你第一次来月星的时候，你娘也这样安慰你吗？我娘在我10岁那年就死了。对不起。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生老病死谁都躲不过。喂，我很开心可以陪你经历人生中的这段时刻。这有什么？日子还长着呢。是啊，来日方长啊。深更半夜，给哪个小娘子写信呢？母亲司库每月15都会有一笔巨额进账，数目正好是陈才贪污钱数的3倍。3倍？这么多？宋叔怀疑是印子钱。我朝明令禁止私放印子钱，他倒是胆子大。想查找到他私放印子钱的证据，姑姑所驾之处，我打算让他帮我查一查。姑姑？没听说过你有个姑姑啊。姑姑刚及笄就嫁了意中人，甚少回京，所以少有人知。我很好奇，什么样的人能让侯府千金看上？姑父出身书香门第，身份不算显赫，听姑姑说为人不错，至今从未纳妾。夫人放心，我也不会纳妾。你要是敢纳妾，我就敢杀夫。你当年不惜和侯爷大吵一架，也要嫁往通州。这些年你回家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何其凉薄，竟也好意思来求侯府帮衬。嫂嫂，我不是厚颜之人，实在是婆婆为难。若侯府不能为我的夫君谋个更好的官职，便要将我的月姐嫁给那年过半百的知州大人做妾室，可怜我月姐的前程。我可以帮你，但我有个条件。嫂嫂尽管吩咐。你怕是不知道，叶婷娶了个泼皮夜叉星，不仅哄得他与侯府分房，还把冉姐儿也教得粗鄙不堪。还有这种事儿？
然姐儿如今听了那女人的挑唆，整日上蹿下跳，顶撞长辈。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嫁得出去啊？这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婚姻大事，这女人分明是要毁了然姐的姻缘。嫂嫂，你别担心，小辈里我最疼爱的就是然姐，我一定把她的品行掰回来，嫁个好夫婿。哼，蠢货！小心点，大家都传球，看好了。喂！哎呀，谁人如此粗野？真是对不住啊！你，哎呀，我给你上点药酒吧。你是哪个房里的丫头啊？姑婆，你细瞧瞧，我像哪个房里的丫头？啊，这我说你怎么一身贵气呢？原来是姑姑呀！姑姑怎么突然来了？怎么不叫我去接您？再不来，然姐就要给人教坏了。身为一房主母，带着少爷小姐同一群下人疯玩，成何体统？还当自己是市井里的泼皮妇人不成？踢一个球还分上3、6、9等啦？玩得高兴不就成了？您年纪不大，思想倒是挺老套的。夫人，这蹴鞠不就是人多才好玩？姑姑舟车劳顿，不如先传饭。我可不是来吃饭的。然姐如今也到了该定亲的年纪，我特意来教她些当家主母的本事，再给她挑个好夫婿。你爹爹是个大老粗，可怜了你一个没了娘的孩子，连婚姻大事都没人替你着想。话里话外没一句好听的。姑婆，我还不想嫁人。哪门子世家小姐到这个年纪还不议亲？到时候长不了家，丢人的可是侯府。明日某时，我在院子里等你。哼！你若是不想去，没事儿，不用怕的。就是，某时天还没亮呢，太折腾人了。我要去，我不想给侯府丢脸。这叶玉野还真没让我失望。只要能让大房不痛快，我就痛快。这月的利钱可收齐了？城北林家林旭还没还上，奴婢明日就去把他的手给剁了。林家，林惊春的娘家。不急。这后头还派得上用场啊！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世之闻，故曰。姑婆不是说学本事吗？怎么让我都一直站着？举止端庄，温和有礼，这便是做人主母第一大要事。你现在站都站不像样，还想要学什么？伸手！说了多少次了，不许举止轻浮散漫。为人妇后，须得晨昏定省，给婆母敬茶请安。敬茶时，双膝跪地，脊背挺直，双手将茶盏举过头顶，恭顺谦卑。你试试。姑婆，我刚站了1个时辰了，能不能歇会儿？不行，如今就很累，日后嫁了人，清明祭祀堂可是要站1整天的。背挺直，勾勒着腰像什么样子？
肩宽，继续练好了，日后好去诗会相看，别到时候丢了侯府的脸面。放你祖宗的狗屁！这教本事的还训狗呢？哎呦，这小脸白的，快找大夫去！走，分得清好赖的东西。你一个粗鄙妇人，教不来长家的东西，就别在这瞎掺和。哪家主母长家靠的是给人当狗？这种叫人自甘下贱的东西，少来老娘面前寻晦气！粗俗不堪，有辱斯文。我不会像你一样，用这些阿杂玩意儿打自己人。你看，这戒尺都没你的心硬，让一个10来岁的孩子遭这种罪，我心硬，这点苦都受不了。等将来嫁为人妇，受婆家搓磨又该如何？儿女受辱，当母亲的无力保护又该如何？那就合理。嫁人又不是卖身，若是然姐以后的夫君真的爱她，那就该珍惜她、尊重她。若是欺她、辱她，我这个做母亲的，不管在哪儿都会去救她。对。你说的简单，女人和你这辈子都要被人戳脊梁骨，连带着娘家、儿女都坏了名声。名声能当饭吃？鼠目寸光，等你再长几年，你就会明白，对女子来说，名声比命重要。我看姑姑的日子都过到狗肚子里去了，眼里就只有那点子名声，胆子还没耗子屎大，一股子忍辱负重的酸朽味儿。姑姑，你想怎么活是你的事儿，冉姐绝不能步你的后尘，告辞。如果我也像他一样泼辣，我的月姐是不是就不用受人欺负？冉姐今日跪了那么久，膝盖该疼了。看看去。大娘子，你别生姑婆的气，姑婆她一直对我很好的。没生气，就是心疼你。哎，都是女人，都不容易。
马上就好了。来，我已经跟夫子告了假，这几日你就在家养腿。姐，这几日的听学笔记我也抄多1份给你，够仗义。阿婷，你救救月姐，她爹瞒着我生了聘礼，要把她嫁给50多岁的老头。嫂嫂现在也是铁了心不放我，没办法。先起来，坐着说。什么时候成婚？明日50就要拜堂了。明日。备车，咱们去抢亲。姑父贪污，十有八九，但我不知道他们把账目明细藏在哪儿。身为地方官员，贪污可是要诛九族的大罪。这要真是找到了证据，许家就完了。但要先让他把和离书签了，免得连累姑姑和月姐。我们兵分2路，你们去抢亲和离，我去搜证据。放心，包在我身上。儿啊，陈大人真答应了你，立成之后立刻将你调去扬州。这能有假？扬州可比通州富裕多了，咱们的好日子不远了。吉时已到，请新人拜堂。哎，呀，这陈大人英俊潇洒，仿若双十年华。他们俩站在一起可真是登对呀！许大人，好福气呀！恭喜许大人呐！这都是陈大人关照。把自己10几岁的女儿嫁给50岁的老头子，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月姐儿，那女的说什么卖女儿是什么意思？难不成许氏和陈大人有什么交易？那不然，一个15、16岁的小女孩怎会看上个老大爷？夫人，今天可是女儿的大喜日子，你就是再舍不得，也不能如此无礼啊！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许诺你卖女求荣，殴打妻女，流连青楼，我要与你和离。娘，你想通了？不长眼的东西，竟选在这个时候闹事！骨头都没2两重的老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放肆！这是京城林家的泼辣寡妇，我3年前就和她做过生意。她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角色。如今这寡妇也能抛头露面了？呸！真晦气！呸！真晦气！我还以为你上哪儿找了个天兵天将呢，原来是找了个寡妇啊！我告诉你，想和离没门儿。离成之后，我倒是可以赏你一纸休书。来，你休想动我女儿！卑鄙无耻的小人，几十年才获了个7品通判，你也配写休书？我呸！再乱动，我让你喜事变白事！陈大人，救我！来人，将这个手持凶器的寡妇给我绑了！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我是锦衣卫指挥使叶婷的正式夫人，我手里拿的是可斩百官的龙纹绣春刀。我手里拿的是可斩百官的龙纹绣春刀。指挥使官至3品，怎么可能娶个寡妇？但这确实是龙纹绣春刀，没错呀！哈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叶于野，你身为指挥使的姑姑，竟然私自拿绣春刀出来招摇撞骗，而且指使这个寡妇出来做戏，简直该死！老秀才，你这么会演戏，何该去演话本子才对，老娘可没工夫陪你演。儿呀，儿呀！愣着干什么？
你不是早想好了要跟他和离吗？我跟你拼了！娘，走，走！放开我！月姐，月姐，住手！呸！狗皮膏药成精的玩意儿，手术刀是你配拿的，看老娘不断你的狗爪子！来人，把这2个寡妇给我绑了，送进大牢。本官今天还要入洞房呢。我杀了你！都给我住手！我杀了你！都给我住手！月姐，夫人辛苦了，接下来交给我吧。叶大人，您怎么亲自来了？你当众欺辱我的夫人，我不该来吗？就算你是指挥使，你也不能动用私刑。通州通判许诺，贪污枉法，满门抄斩。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藏得好好的，藏在醉花楼头牌妓女的床底下。知州陈氏变卖官职，强娶民女，革职流放。叶大人，叶大人，小人知错了，求叶大人放过小人一次吧。儿子！林惊春真帮他们和离了？可不是，现在外头都在传大少爷娶了只母老虎，连带着侯府都遭人议论。让他们议论去，再过7日，侯爷就回府了，届时看他怎么办。来，干杯！干杯！干杯！恭喜姑姑和月姐重获新生，干！姑姑，你真的不打算跟我们一起回去吗？哥哥最重名声的一个人，知道我和离肯定会生气的。我等他气消了再回去。况且你们不是说陈才的老婆和孩子被藏在通州吗？这里我熟，我给你们去查。之前我被嫂嫂利用，针对惊春，就当我将功补过了。一家人少说2家话，少玩这道虚的啊！好啦，待会儿见了祖父要知礼数，别露怯，知不知道？放心吧，娘，不会的。好啦，去吧。大娘子，怎么样？好看吗？哇，天爷哟，今日也是让我见到仙子了。姐，你要是早生一点，4大美女就变成5大美女了。你呀，大娘子不正经惯，亏你一个书呆子，还能说出这样讨人欢喜的话。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真是不错，没白瞎我熬几个大夜，还得是浮光锦，才配得上我家冉姐。多谢大娘子。说这些客气话做什么？罚你替我做3天账。侯爷，是侯爷回来了，侯爷回来了！不成体统贱蹄子，夫人面前也敢搔首弄姿。我这还未蒙面的公公一回来，怕是更不太平。白儿，怎么瘦了这么多？水再难吃，你还是吃了很多苦吧？既是为了百姓，再苦都值得。在大门前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进门再说。
祖父。儿媳林惊春见过父亲。你穿的倒是张扬。儿媳如今代表的是侯府的脸面，说那寒酸有辱侯府名声。况且心腹初见父亲，理应穿得隆重些。好伶俐的一张嘴啊！哼，难怪能唆使玉叶和离。许氏因贪污满门抄斩，若不是我，姑姑未必能捡回一条命来。按理说，父亲应当谢我，而不是问罪于我。蠢货，当众顶撞侯爷，等着被扫地出门吧！哼，脾气倒是不小，只是事情做得不够漂亮。你作为我侯府少夫人，以后能借刀杀人时，我要亲自动手。是，儿媳记下了。二春茶，今年的头春还没下，这二春茶确实不比头春茶，美滋美味的。这是暗讽我是二嫁妇，真是记吃不记打。头春茶浓厚香醇，二春茶清淡甘甜，各有千秋罢了。孙儿梦云见过祖父，祖父赈灾济民，不求回报，功德无量。孙儿昨夜听闻祖父归来，辗转反侧，特题诗一句，以示崇敬。你小小年纪便能吟诗作赋，呈上来让我看看。功成不立琉璃庙，只留人间万树春。好诗，好字，没想到你黄毛小儿又出身市井，竟能有如此的才气。祖父状元出身，才情卓绝，孙儿不过班门弄斧，只求能集祖父风采之一二。小小年纪便如此的博闻强记，不骄不躁，是个好苗子啊。云哥虽非岳家血脉，却颇有父亲的风姿。兄长有福了，讨得父亲欢心又怎样？这小子再有才情，终究不姓叶，成不了气候。好了，我跟百儿还要进宫向皇上汇报灾情，你们各自回房吧。唉，这人啊，最无法改变的就是出身，哪怕飞上枝头，也只是个二嫁的寡妇。哼！母亲言传身教，儿媳记下了。你给我等着！怎么就那么轻易放过那小贱人？父亲虽重礼节，但最重情。那女人帮姑姑脱离火海，父亲感到很欣慰。那你爹会不会因为我对他妹妹敷衍了事，就责怪我？会不会从此以后重用大房啊？母亲莫急，您只是为了顾及侯府颜面，并没错。至于大房，当年我将叶婷从军那几年的家书尽数截下，并不是挑拨，在父亲眼里，叶婷只是一头白眼狼罢。听说嫂子在民间很有声望。哼，无知泼妇而已。若不是他撒泼使魂，叶婷还被我死死拿捏。他可真是聪明的很。富贵日子过久了，怕是忘了自己是打哪儿来的。他不是有2个穷亲戚吗？哎呀，
真是对不住啊，这一路走来太渴了。想必您就是定北侯夫人吧？这果然气质不凡呐！再上前一步，剁了你的腿！哎呦！想办法让那女的身败名裂，这些银子都是你的。你放心啊，这个事儿一定帮您办得妥妥的。对。哎呀，完蛋了，算漏了一个。我算完了，这次是我赢。哎，云哥说的真是没错，真是蓝色比青色更好啊！那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能不能多读点书？哼！少夫人，您堂弟派人传话说您叔母快不行了，让您回去看看。那老太婆身体不是印过棺材板吗？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人命关天的大事，看看去。奴婢这就去备马车。哎，等等，平时我的事儿不都是碧玉在管吗？今一早碧玉就被夫人叫过去了，说是对账。堂姐，你总算回来了。大夫说我家活不过今晚了，这可咋办呢？怎么了？我婆母没给你娘找个好大夫？这你都知道了？他们给我拿了一箱钱，让我毁掉你。意料之中。但是我没拿，你可能不信。娘都死了，要钱还有什么用啊？这是什么味道啊？好臭啊！少夫人，咱们真的要进去吗？你们在外面守着。叔母，你说你逞强了一辈子，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你说什么？去死吧！爷，这次的礼物带劲的很，我欠你那钱能不能再宽些几日啊？啊，让老子验了货再说。色欲蒙了心的蠢货，等你把林惊春的清白毁了，只会沈能留你，到时候老子一分都不用还。哎呦，爷，请。不枉老娘把自己画的白兮兮，这个贱人到底是蠢。我已经叫侯府的人请夫人过来，娘，我们马上飞黄腾达了。小美人，小娘子，我来了！哈哈。你怎么在这儿？当然是我叫他来的。过来，过来，去北镇抚司给少爷传个信儿，让他速到林家。啊，
果然有诈，幸亏我提前服了百毒解。先翻窗，离开再说吧。我和夫君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看到夫人没事，我就放心了。姑姑回侯府了，侯府主母放印子钱的证据有了。好得很，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接下来就请夫君陪我演一场狸猫换太子吧。躺上去吧，小美人。夫人，没想到林旭这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自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下我看着林惊春还怎么扑腾。国母，您来啦，等您好久了。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定北侯府主母命人陷害儿媳，意图毁人清白，父亲觉得应该如何处置？我没有，我只是被那泼妇给气着了，所以才找人吓他。我不是真的想害他。吓我？女子的清白是让你吓着玩的？你这话说给傻子听，傻子都不信。儿儿嫁妇有什么清白可言？糊涂！你管他几家妇，旁人知道她是我定北侯府的少夫人，她脸上无光，整个侯府都无光，这道理还用我教你吗？侯府少夫人的名节不容有损，将这2个贼子立刻处理掉。堂姐，你救救我吧！我还年轻，我还没娶媳妇儿啊！带走！不！至于你的母亲，说到底也只是家事，不如就按照家法。家事？父亲又想拿家丑不可外扬来搪塞我吗？你不去给你娘和你夫人守灵，一直在这儿跪着做什么？娘亲身体向来康健，怎么会陡然暴毙？这其中必有隐情，还请父亲明察。娘亲走时，身旁只有嫡母一人在侧，嫡母其心可诛，父亲不该给我一个交代吗？家丑不可外扬，别总揪着点小事儿不放。到此为止吧。你这是要跟我翻旧账吗？翻旧账有什么意义？父亲心中就没有心，你心中就只有脸面还有名声，根本就没有家人的性命。你，哥哥，哼！既然谋害惊春只是家事，那私放印子钱总不是家事了吧？姑姑，圣上严令禁止私放印子钱，重则斩首，轻则流放。
可不是你随口一句就能轻易下定论的。陈才，我看在你家人的份上，才没有计较你做假账的事情。你今天还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哎，都是夫人让我做的假账，从侯府库房拿钱出来放贷，等别人还上了，再把本钱和5成的利钱以别的由头收回库房，剩下的5成则送到二少爷那去。你竟敢背叛我！你忘了，你的大肚婆娘还在我手里吗？竟敢用孕妇威胁，这样的德行，竟还是侯府主母？倒是把硬骨头，只是不知你死咬着不松口，是为了宋玉，还是为了自己的娘子？你把我夫人怎么了？夫君，叶婷，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了我夫人！你夫人在宋玉手底下，整日吃糠咽菜，孩子都差点没。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们只能在阴曹地府见了。收手吧，夫君。老大过几日就要成婚了，下个月老二也要出生了，我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对不起。近10年的往来账册，就藏在他和侯爷房中的床板夹层里。这么重要的东西，他就藏在身边。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试问谁敢搜查，定被侯的卧房呢？若搜查的人是侯爷自己，侯爷，这是从您房中床下甲板中找到的账册。我已经上报圣上，等会儿就有人来将宋玉押审。不可能，我是定美侯夫人，你们不能嫁祸我！我看你是魔怔了，你就不怕你做的这些事情连累百儿的仕途吗？哎，不仅仅是放贷，大少爷从军那几年寄给老爷的几百封家书，也是二少爷让我接下的。家书？你这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我现在就让你去见阎王！够了！再闹下去，这个家就要散了。宋玉、衙审、婉儿、禁足，到此为止吧。父亲，这家早就散了。娘，我给你报了仇，为何心里还是不痛快呢？走，带你去看场好戏。好。哎呀，走。够大吗？这是什么？马蜂窝。真是一场好戏呢。父亲舍不得发，咱就自己动手，别给自己憋出一肚子气来。要不是姑姑不让，我真想往祖父房里也放2只。一家子夜叉星，有我们在，你的家永远都不会散。二少爷，是谁呀？在那儿！快跑！快跑！二少爷，我没看清楚是谁，但我听见了梦云的声音。
这几日老是见父亲在门外晃悠，叫他进来也不进。你说他到底要干什么？死要面子呗，又想和阿婷说话，又拉不下来脸。少夫人，不好了，小蒙少爷吐血晕倒了。什么？唉，小少爷这是中了奇毒三叶浆，3日之内，他的身体逐渐硬化，血气凝滞而亡。夫人，可有解药？要想解此毒，需要用到一味叫血活的药引。可是药引的话，它只生长在城郊西去15里的瘴气林深处，那儿常年瘴气弥漫，猛兽众多，只怕……我现在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你去什么去？真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或者死士呢？重金找几个死士去帮我们找。没用的，那个地方花多少钱都没人愿意去。弟弟醒了。我不要爹爹走，你能不能陪着我？爹爹去给云哥找药，让娘亲陪着你好不好？如果爹爹和我都不在了，娘亲和姐姐该怎么办？反正这段时间和你们在一起已经很幸福很足够了，马上死掉我也不怕。呸呸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不会死的。那爹爹去给云哥找最喜欢吃的酥饼好不好？来。我立刻动身前往瘴气岭，还请姑姑帮我瞒住夫人。你真的想清楚了吗？万一你没回来，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还在这等我，我就一定会活着回来。姑姑，叶婷呢？圣上急召，入宫去了。吃点酥饼吧，都饿了一天了。我哪还吃得下？硬吃也得吃，别让云哥起来以后看到你这憔悴样伤心。阿婷，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柳枝驱邪，快多撒点。大房那小子还有几天就要死了，晦气的很。一个外来的野种能死在侯府，都已经算是天大的福气了。来，过来，过来。咒我儿子！我让你咒我儿子！咒我儿子！咒！都撒好了吗？别让那野种晦气进来。嫂嫂，你不赶紧去给那野种晦气找目的，竟还有空来探望我吗？是你下的毒对吧？把解药给我交出来！嫂嫂不知道吗？这解药只有瘴气灵有，我只有毒药，没有解药。哦，叶婷，她不是疼你疼得紧吗？你让她豁出性命去给你找啊，也只不过是白搭一条命罢了。
毒妇，你给我喝了什么？你这么爱给人下毒，竟尝不出这断肠散的滋味。给我儿子下毒，你就等着穿肠烂肚而死吧！爹，那个毒妇为了他的野种，给我灌了断肠散。爹，快救我！爹！老爷，把你们家二少爷好生安葬吧。哼，爹，我还没死，断肠散的毒可解啊！我正找你呢，云哥不行了，不是说毒发3日吗？这才第2日。小少爷年纪太小了，无法扛住3日啊！云哥，还有救吗？叶庭人呢？他儿子已经这个样子了，他怎么还不回来？昨晚入了宫，还没回来。我刚从宫中回来，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他去张麒麟找药了，对不对？我去找他。我回来了。是血火，臣这就去配置解药。婷儿，婷儿，怎么真被我打晕了？应该只是劳累过度，加上瘴气入体所致，休息几日便好了。混蛋！等你醒了，我再跟你算账。都3天了，云哥儿都醒了，你还不醒？这2天你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别等下你也累倒了。娘亲比我更累，我要陪着你。你叫我什么？娘亲。乖女儿。这是伤了，又不是死了，你们姑早了吧？姑姑不会说话，就少说点。好了，明日还要听学呢，别跟着你娘在这熬着。可是你不去听学，就没人给云哥记笔记，他会着急的。你也是，3天没合眼了吧？赶紧去歇会儿，我替你守一晚上。我不累，我想啊，等他醒了之后，应该会想快点见到我。情种，那我先带孩子下去休息。你累了，随时叫我。好，快回去休息吧。走吧。再不行，我可就要嫁给别人了。父亲，您站这儿干嘛？婷儿，她醒了吗？还没呢，刚喝了药。哦，
父亲不回去休息吗？我等他醒来。叶婷还是爱重父亲的，只是努力过许多次，都得不到回应。希望这次父亲别再让他失望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没事了，只是在梦中似乎听到夫人说要改嫁。我跟你讲，你以后要是再敢这么不要命，我就带着2个孩子嫁给别人去，让你死了也不痛快。你们都在我身边，我怎么舍得死呢？饿不饿？我温了红豆羹，就等你醒了。好。父亲在门外守了你1夜，要让他进来吗？父亲在门外守了你1夜，要让他进来吗？可好一些了，瘴气入心，需要静养一阵儿。叶柏给孟云投毒，已经被我送监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当年是我有失偏颇，对不起你娘。要不是我太过于纵容，他们母子俩也不至于做出如此多伤天害理之事。我也有错，婷儿，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那些家书，陈才没有销毁，我都看了。我都写了回信，你看不看都好。真不敢相信你会向我道歉。是真没有想到，我竟然错了这么多年。好了，不打扰你休息了，明日我再来看你。父亲这么快就走了？来，红豆羹。有点饿了，夫人喂我。一碗红豆羹就把你收服了，你说你怎么这么好养活呢？因为不实惠的生意，夫人不愿做。爹爹，身体可还有什么不适？2个小兔崽子，昨天还只知道娘亲，今天就只叫爹爹了。娘亲这时候还跟爹爹争宠，羞羞脸。就是。哎，2个小兔崽子，明明昨天还那么乖，今天都敢顶嘴了是吧？早来之后，把孩子相生出来，这才是好日子。
都老夫老妻了，怎么还跟以前一样？跟以前一样不好。没个正形。听说边关大捷，冉姐不是便要凯旋了吧？这2日便到。云哥自打年前考上状元，便被这圣上一直安排在翰林院当值，下个月总算能回来了。那今年中秋，我们一家人定能好好团圆了。哎呀，我怎么就这么厉害呢？养出一文一武2个状元。我才厉害呢，找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哎呀，父亲今儿早让我过去取他新酿好的桂花酒，我给忘了。姑姑早就帮你带过来了，我让人存下来了，中秋那天咱们再一起喝。这才是好日子啊！